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这段时间这种行情应该是不容易赚到钱的啊。我们今天节目来讲3件事啊。第一呢，就是我心心念念的李子柒呀，他又复出了。这中间呢，有一些好东西我要讲给你们听。第二呢，就是灰度又传出来要爆雷的事情。第三个话题呢，就是你看比特币开年又跌了，以太坊呢也跌了，但是呢，以太坊传出来了新消息了，它据说啊，在今年3月份要开放它的上海升级，到时候呢就可以提款取款了。那到那个时候会不会造成砸盘呢？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讲。等一下，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好，先来说一下李子柒吧。李子柒因为之前和他的公司杭州微念文化的老板刘同明有什么股权纠纷啊，然后呢，两个就闹得不愉快了。因为李子柒觉得这个公司是靠着他李子柒做视频播放量很大才赚了大钱的，但是老板刘同明又觉得李子柒的包装、策划、营销，包括他的这个品牌创意都是刘同明做的，包括还有一些上层的领导人的人脉都是刘同明介绍给李子柒的。如果说没有刘同明，李子柒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么大，也不可能赚到钱。面具人，我觉得双方都有道理。那这其实就是分钱多与少的问题，是可以协商的。但是人家李子柒就不干了嘛，直接罢工停更到现在了，有1年多的时间了吧。面具人，我对李子柒的事件啊，当时我还做了一期节目。现在看起来呢，我对李子柒的判断还算是比较准的。我当时出节目就说了，刘同明只是一介草根儿，懂点生意窍门，有些人脉，但他始终是草根阶级，他是不可能斗得过李子柒的。李子柒顺着刘同明认识了很多政商人脉、高官的人脉，其中就包含直通中央的那些大官啊，什么王岐山之类的。其实李子柒和刘同明的事情啊，可能就不是分钱多与少能解决的。而这几天的新闻也公布出来了，他们到底是为啥事儿闹纠纷？这个判决结果也出来了。那这个结果也印证了面具人我的想法。大家来看这张图，李子柒与杭州微念达成和解。根据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显示，12月26日，四川子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其中的杭州微念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由51%降低到了1%。李子柒原名李佳佳，他的持股比例由49%增加到了99%。微念公司的原董事长刘同明卸任其高管职位。各位，你们看好了啊！官方说李子柒和刘同明是和解，对，你没听错，官方说这是和解。各位，和解的意思就是，我把你刘同明的公司完全吃掉，把你51%的股份变到了只剩1%，然后呢，你刘同明直接卸任任何高管职务，彻底的滚蛋。各位，你说这是和解还是抢劫？这个事件啊，就恰好印证了，在中国啊，你想做事情，还是要看你背后的关系有多硬。跟你这个人有多聪明，多么的有商业才华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就算有商业才华，有商业眼光，你一时能把生意做起来，但最后呢，还是要看背后的大佬点头同意你是否能继续做下去。而且在中国啊，你想要实现阶级跨越，女性跨越阶级起来还是比男性要简单一些的。毕竟女性有一个性别优势，只要你长得好，或者你整容整得好，你说不定遇上哪个高官了，或者是高官的子女呀，你就有可能跟人家一睡飞天，是不是？李子柒背后的势力有多强啊？我之前已经多次强调过了啊，李子柒是可以直通中央的啊，但也确实是因为刘同明，李子柒才得以有很多政治上、商业上的人脉。刘同明跟李子柒刚开始合伙做生意的时候，也确实是贡献了自己很多的资源，毫无保留的给李子柒了。然后呢，李子柒这一下发达了，刘同明等于说要被卸磨杀驴了嘛，没有啥用处了啊。人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求是永不满足的啊，大部分人是这样，明白了没？
贪念嘛。那结果就是刘同明草根被斩，卸磨杀驴。毕竟刘同明现在对李子柒来说，对党来说都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虽然说刘同明是策划人，刘同明是一开始出点子的人，但最后呢，火的是李子柒，是吧？人家现在品牌做大了，知名度有了，根本就不需要你刘同明再出任何策划了，是吧？你现在没有任何用了，就跟古代的一些谋士出完了计策，献完了计以后，就立刻会被处死，是一个道理啊。而且李子柒的存在啊，对共产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继续美化农村。把农村拍得跟个仙境一样，去农村能发大财，能有好吃的、好住的、好睡的、好玩的，对吧？对习近平的2023上山下乡，号召大学生、年轻人创业回农村是有绝对的帮助的。那一说到2023了啊，这个数字人民币啊，就悄无声息的，它的盘子已经扩得很大了。浙江省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扎实有序地在开展。中国官方的记者从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获得的数据显示，截止2022年12月28日，浙江省累计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达到了2414万个，交易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达到了1048亿元。各位，这个数据可不小了啊！而且这还只是浙江省的一个省的数据啊。那全中国有34个省呢，那这些数据你多多少少的叠加起来，你再算一算，中国现在光靠数字人民币放水就放了有多少了？这个数字人民币对你们的生活是不是开始慢慢的产生影响了？哎，这个数字人民币渗水渗的有多厉害？我告诉你啊，中国观众朋友们，我只想说，数字人民币掺水掺得越多，你以后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困难。人民币呢，作为一种双轨制的就是这个数字人民币啊，作为双轨制的内用货币，对你们的生活能不造成影响吗？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房子不值钱，物价上升，没办法啊，钱就这么多，而且人民币慢慢的在被中央回收，作为对外用币。而发给你们的生活当中的什么消费呀，一点一点的社保呀、工资呀，慢慢就用数字人民币替代了。那这就是内用货币、双轨制货币。哎，这个东西威力有多大啊？大家可以翻阅一下我的往期节目啊，你可以搜“面具人”加数字人民币这2个关键词啊，面具人空格数字人民币，在油管上一搜就能搜到我很多往期讲这个的节目，在这里我就不浪费时间多做赘述了。好，再来说一下咱们第3个事情啊，那就是灰度的事情啊。灰度现在的进展果然和面具人我之前预料的是一样的啊。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啊，纯金融公司一旦出现财务危机了，是非常难以好转的，除非这个时候有大量的资金进来救场帮他。但是呢，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在商业场上啊，只有这个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你这个纯金融公司跟商业公司贸易公司还不一样，人家商业公司、贸易公司出现问题了，人家还是可以兜售自己的产品，或者是降价自己的服务。但是你纯金融公司说白了只能拿钱解决问题，但是你的钱暴雷了以后出现亏空了，人家把钱给你，帮你解决问题，你咋给他把钱赚回来呢？你一旦出现危机了，你肯定是你的盈利模式出问题了嘛，那没办法。那更就不可能有人来帮你了，是不是？这灰度呀，还有 DCG 呀，还有 Genesis 呀，他们的情况又恶化了。网上现在又爆出了 DCG 挪用或者说是借贷了 Genesis 的资金。DCG 从2020年开始就从其子公司 Genesis 挪用资金，去用来购买加密货币，并且存入灰度，还有买一些 GBTC， 通过套利和杠杆做事来获利。此后呢，又在熊市抄底了大量的 GBTC， 寻求 ETF 可以去融资上线兑换回 BTC， 这样呢就能完成它挪用资金了以后还能还到钱，因为融来资了嘛。可是呢，现在熊市了呀，资金不好融了呀，拿到资金的成本也高了呀，再加上韭菜们也不跟着买了，那币价也跌了，于是呢 DCG 的这些杠杆的钱也基本上全都要爆掉了。那这个窟窿补不上怎么办？对不对？有消息说母公司
欠了这个就是 DCG 啊，欠了 Genesis 有差不多16.75亿美元啊，这个数字可不小。除此之外呢，这个 Genesis 呀 DCG 还惹上官司了。那个 Gemini 的联合创始人啊，包括他34万名旗下的用户，向 DCG 的创始人巴里发送了一封起诉信，要求他偿还所欠的9亿多美元。哎，如果说大家都找灰度的事儿、DCG 的事儿，要求强制还钱，那么最后就是 Genesis 会破产，因为他没钱还嘛。那么 Genesis 破产了以后， DCG 也会破产 ，DCG 破产了以后，那灰度也就跟着挂了。那么到时候他们手上的比特币啊，各种加密货币就会被强制清算，你不卖都得卖，卖了先用来还钱，没办法，谁让你欠人家钱啊？那灰度据说至少有64万个比特币啊，那这些比特币一旦被清算，就会引发比特币的大跌，那比特币跌了，还会引发更多的次生灾害，大盘跌了，其他的加密货币就更会跌嘛。投资者、散户们的信心也会不足，散户们可能会恐慌，继续的抛售啊。然后之前什么18000、19000、2万所谓的抄底比特币的人，也都会被套得更深。而且，就像我上一集节目说的，很多矿机啊，挖矿的那些人也会原地爆炸的，因为币价一跌，你挖矿就更亏钱了。那币价一跌，你的矿机就更不值钱了。那咋办？成了负资产了。负资产是什么意思？你拿着这个东西，你用它，你还会亏钱。那也就是说，你矿机也只能当废铁卖了。你送给别人，让别人挖，你看别人挖不挖？别人还嫌亏电费呢，是不是？那比特币大跌了以后，以太坊肯定也不好受。目前以太坊也是瑟瑟发抖啊，一直不敢开放提款。但是呢，它一直不开放提款，它也不能拖太久，毕竟这个名声不好啊。你说让人家买了以太坊质押了以后，你不给人家取，那这成啥了？这成强盗行为了，是不是？啊，那他这样不给提款，拖的时间长了，他的信誉崩塌的话，那他的币价也就完了。币价完了，那以太坊的项目方也就没钱赚了。所以他现在放出消息说，以太坊3月份啊可能会开启上海升级，到时候呢就可以提款了。大家记住这句话啊。3月份开启上海升级，到时候就可以提款了。他只说到时候可以提，但没有说能提多少，提多还是少，还是说全部能提。但是他后面还加了一句啊，说他有按照规则提款，有提款规则，没说一次性给你提啊。如果说你们想一次性提，你也是提不走的。以太坊项目方也不会允许你们挤兑他的，把钱都拿走的。如果说你们大家都取钱了，以太坊项目方一定会不让你们取钱的，或者说呢，你们可以慢点取，分24个月取，分36个月取，或者是每个月给你解锁一点，每个月给你解锁一点。总之呢，你想一次性把钱拿走，没门儿。所以综其以上种种的因素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面具人，我倒是得出来了一个答案啊，那就是2023年4月份之前啊，币价能维持住目前的这个样子，就已经算很不错了，不崩都算是各位的万幸。如果说你们有被深套的，什么比特币在25000、3万被套的，以太坊在2000、1800、1900被套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反正我从去年年初啊就说，对炒币不要抱太乐观的心态，以现金为王，是不是？那我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基本上也都是从4万多开始，让大家都不要炒币了。以太坊呢，我也是在1700左右啊，就让我的会员都别炒了啊，最多娱乐一下啊，小玩一下就行了，不要说什么有信仰常拿之类的话。我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号召你们做短线，不要做长线了，做长线有一个套一个，听明白了没？至于你们说有人被套的，我相信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坐在电脑跟前、手机跟前的观众，有很多人可能都被深套了，那该怎么办呢？说实话啊，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啊，很多人也不知道怎么办。你问我吧，我也觉得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但是呢，我们也只能调整自己的心态，想想办法呗。下期我会给大家讲一讲被深套了该抱有什么样的心态。
可以做的几个选项，大家可以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我们下期接着聊，祝你好运，再见。